女人们正在河边清洗1米多长的头发，因为头发太长，只能在河边才方便清洗。这里的女人一生只剪1次头发，18岁剪下来的头发会终生保存，自然掉落的每一根头发都要收集起来。在广西龙胜龙脊镇，有一个被誉为世界第1长发村的村落——黄洛瑶寨。这里女人们的头发长度曾创下吉尼斯长发纪录。黄洛瑶寨瑶族人以长发为美，头发越长寓意着愈加长寿。18岁剪下和掉落收集的头发，同自然生长的头发绑在一起，提升发量视觉效果。长发绕头1周盘起来，高高叠成特殊的发型，这便是龙脊黄洛瑶寨的传统特色。元朝末年，部分瑶族人为了躲避战乱迁徙至此，从而分化出了这一脉瑶族人。红瑶寨子里如今还保存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传统，随处可见上百年历史的木楼。在以前，盘起来的头发还能起到保护头部的作用。用卷尺测量，眼前女人的头发长度就接近2米。50岁的潘杜英已经32年没剪头发。年轻女性的头发稍短，但也有近1米。在黄洛瑶寨，单身未婚女性会用帽子将头发包起来，结婚后才会摘掉。额前如果有发髻，代表着她已经结婚并且有了孩子。红瑶族人有什么样的秘诀，能让女人们发量丰厚且发质乌黑亮丽？在饮食上，他们最常吃的是白菜豆腐炖猪肉，他们认为这样能让头发长得更快更浓密。但从男人们的发量表现来看，这并非是唯一的答案。清晨，瑶族人早早开始了一天的劳作，男人们要去河里捕鱼。相传在秦朝时期，红瑶族人曾定居在长江流域，所以他们也擅长捕鱼。男人们用丝网捕鱼，山里的鱼个头不大，只有指头大小的小白鱼。自古以来，红瑶族人便过着农耕捕鱼自给自足的生活。男人们捕鱼，女人负责做饭，油炸小鱼仔含有丰富蛋白质，他们认为可以减缓白发和脱发，所以红瑶女人们乌黑浓密的头发离不开丈夫们的付出。潘杜英18岁和丈夫相识，他们用厚重的银耳环、银手镯以及衣服当聘礼。这种有着精美刺绣的衣服需要绣上整整3年，红瑶也因此而得名。吃过午饭，女人们背着背篓上山劳作，一边劳作一边唱着悦耳的山歌。山里主要种植玉米、大米和豆类作物，为了在大山中获取更多的土地耕种，他们将山坡开垦成梯状。从元末到清初，祖辈们才完成了梯田的开发。鳞次栉比的梯田浮于云端，好似龙脊上的龙鳞一样，龙脊梯田因此而得名。从海拔300米至1100米，梯田环抱整座大山，它是祖辈们与恶劣自然环境抗争的智慧杰作。红瑶族们的智慧不只体现于此，他们始终坚持制造手作木梳，梳头有助于头部血液循环，从而使得发根更加牢固。他们相信经常用木梳梳头会让头发变得乌黑健康。父辈们会制作木梳送给女儿。浓密亮丽的头发是红瑶女人们美的象征。因为梯田的特色景观，这里也吸引着许许多多的游客。春季灌溉时，梯田闪耀着银色光芒，夏天又浮动着绿色的稻浪，秋天收获季节则变得一片金黄。随着与时代接轨和旅游开发，马芝自学英语，已经能够与外国游客流利对话，不断与现代文明碰撞，也改变了他的想法。马芝不想再守着这份传统，他想和外面一样剪发烫头，也向往外面的世界。他向母亲征求意见，马芝认为传统已经过时，没必要恪守陈规，但母亲激烈反对，这几乎是颠覆了母亲一辈子的信仰。父亲认为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正常，但不应该伤害母亲的感情。第二天，为了安慰自己，潘杜英和朋友上山采药，他们将落叶藤和野菊花根茎收集起来，为即将到来的祭祖节日做准备。另一边，马芝正在准备淘米水，经过沉淀后，浓稠的淘米水煮开，放入各种草药，然后放入陶罐中发酵2周。农历10月16日是瑶族传统的盘王节，女人们跳起传统的长鼓舞，庆典会持续3到4天。庆典结束后，女人们一起聚集到河边，已婚的女性会在河中清洗自己的长发，而未婚的女性是不能向外人展示自己的头发。她们用早已准备好的秘制洗发水洗头，这是红瑶族人祖祖辈辈传承的养发之术，也是他们独特的精神信仰。